最近因为那个两会的关系，所以会比较严。后面刚才经过了安检。对，那安检其实也是看一下你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而已。对，然后就是地铁站那边比较多警察咯，还有警犬。多有警犬啦，警察啦。我们今天就去不了天安门了，今天不让进，所以我们直接去故宫。因为两会的关系，所以去不了天安门。对，但是今天不开放。今天不开放，所以看下明天，如果我们 CD Walk 早一点，我们去天安门那里才开始我们 CD Walk。现在进去安检，看这相当的多人。现在已经排好了，安检好了，进到故宫里了。所以现在开始逛故宫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有点阴天。现在其实是淡季，可是就是故宫特别的多人。不过安检算很快哦，比我想象中快了。看很多的都是跟团了。那里就是进来故宫的门口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以前的时代哦，平民都不能够走这里中间。看现在都是平民。这里皇宫前面呢就有2只汤狮，那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，这里一只是母的，下面压着一个小狮子，代表着什么就不太清楚。那里就是宫了。皇帝在这上朝放这么一个东西，这么重要吗？当然了。每年春分的时候，皇帝呢会在这儿颁布今年的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叫法律啊，法律精美的石亭叫做诏书亭啊，这是咱们太和门广场第一大卫节处。来，马上带你们去太和门广场，右手边另外一个卫节处。当年一个皇帝，乾隆的下一任皇帝嘉庆皇帝，他都不知道这是放啥。当年他从天坛来祭天，祭完天之后他回来，通过午门走进来，走了玉路走进来，他发现自己旁边那个亭子他知道是干啥的，但是这个盒子呢他突然间不知道是啥，他就问旁边的官员们。旁边的官员们心想，皇帝啊关心的都是大事儿，怎么今天突然间问些这个？这个东西从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放在现在呢，放在当时的年里已经几百年了。它叫什么呀？它名字呀叫做石柜。那么这个石柜里边放了4样宝贝。首先，我跟大家伙先说第一个宝贝，第一个宝贝呢叫做五谷杂粮，第二个宝贝呢叫做绫罗绸缎，第3个宝贝呢是一串铜钱，第4个宝贝是什么呢？第4个宝贝就出乎大家伙所料了啊，来自于咱们华夏大地的5种颜色的五色土，寓意什么呀？首先，这是4样镇物，寓意了在皇帝的带领下，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，叫做五谷杂粮；有饭吃之后，你有衣穿，叫什么？叫绫罗绸缎；有饭吃，有衣穿，然后你有钱花。所以这是一个镇物，另外寓意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所以这里边放的是这4样宝贝。那么当然了，在此时此刻呢，我也祝愿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在这么好的寓意的面前，还有现场的朋友们，2025年都能够吃不愁，穿不愁，不住平房住高楼，天天潇洒，夜夜温柔，买卖如同长江水，生活如同锦上花，大财小财你天天进，一顺百顺，发，好不好？好，朋友们一定要发啊！2025年。那么现在问题是啥呢？我想问一问大家，
就是大家来看这个狮子，它是个公狮子还是个母狮子？母的。它是个什么？母的。母的是吧？母的。刚才小哥哥们全部都答对了，它是一头母狮子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了女人，代表了皇后，代表了母仪天下啊，它是这样的意思。它在右手边放着。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，他脚下边踩的这个小狮子是个小男孩还是个小女孩？这个问题啊，咱们可以猜一猜。不是男孩就是女孩啊，当然了，那肯定不是男孩都是女孩，绝对不是小屁孩啊！来，男孩女孩，男孩是吧？大家伙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了解，异口同声，男孩，男孩。为啥呀？因为在以前，皇帝也好，王公大臣也好，他们全都是希望什么呀？希望自己能够子嗣绵延万代。所以这个地方呀，他是个小男孩。那左手边啊，左手边那个狮子，它是一头公狮子啊，一头公狮子。这公狮子脚下边踩了一个球。昨天有人跟我说篮球，还有人说足球，甚至还有人说乒乓球。不对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那个康熙皇帝亲自给他命过名，它叫做寰宇啊，它名字叫做寰宇。其实咱们说的叫绣球，它是男人的象征，皇帝的象征，权力的象征。真的是很厉害说，老会说了。皇帝在以前被称为什么？皇帝，第一个被称为皇帝，第二个还被称为什么？陛下是吧？来，天子陛下，没错。来，你们说的陛下就在这儿了啊。这个东西呢叫单臂石，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数一数，这是几条龙？2个、3个、3个，这是几个？2、3、3几？3。对了，没错啊，没错。吓我一跳，我说2、3、3，咱们都不知道是几了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说错了。朋友们，陛下，陛下，这叫单臂石。皇帝在哪儿呢？皇帝在上面玉门听政，再加上皇帝，就是9条龙。所以咱们说的95之尊，95之尊加上皇帝，那就是9条龙啊，在这儿啊，我来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太和门。太和门这么重要，但是太和门这个门呀，它不是明朝的门，也不是清初的门，它是什么时候的门呢？它是1888年之后，慈禧太后又重新把这个门给修过的。有人说慈禧为啥要修这个门呀？这个门跟慈禧有什么关系？慈禧又不是皇帝。来，我先给你讲一讲。这个门呀，曾经着过火。1888年12月15号晚上，那么旁边啊有一个小太监，有一个小侍卫，他怎么样？他晚上在这值班。北京的12月，你想想得多冷，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。他晚上在这值班啊，他冷，他怎么样？怀里边揣了一壶酒，他把这壶酒呀给喝了。后半夜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悄悄摸摸给喝了，他御寒了，他认为。但是喝完之后坏事了。怎么坏事了？他睡着了，他提了这个灯笼呀，直接靠这个真度门着火了。着火了之后，真度门一着火，直接把太和门给着火了，把太和门引燃了。一天晚上啊，一个晚上把太和门烧得化为灰烬了。那么烧得很不是时候。为什么说烧得很不是时候呀？大概在20多天之后，28天之后，这光绪皇帝就要大婚呀。光绪皇帝大婚跟门有什么关系？是这样的，在明朝和清朝有这样的规定，就是说皇帝结婚一定要用皇帝的龙辇，怎么样？这个让皇后坐上，抬上紫禁城里边，要穿过6道大门。第一个叫做大清门、天安门、端安门、午门、太和门、咸清门，一直抬到哪儿啊？一直要抬到坤宁宫里边，这才叫明媒正娶。因为你娶皇后呀，天下所有女人的典范，天下女人的代表，是吧？那肯定很隆重呀。但是当时这个门烧了，烧完之后，当时的光绪皇帝就找到慈禧太后，这门烧了，我不能结婚了呀。因为光绪皇帝为什么找到他说不能结婚了？实际上光绪皇帝一听说这个门烧了，他很高兴啊。咱们大家伙都知道，你结婚的时候出了问题，那你应该是不高兴才对。但是光绪皇帝很高兴，高高兴兴的找到了慈禧。他说我不能结婚了啊，那就不结了算了。但是慈禧可不是这么想的，慈禧说皇帝你别着急啊，你给我15天时间，我15天之后呢就能给你修一个一模一样的太和门。当时光绪皇帝都懵了呀，光绪皇帝为什么不愿意娶他这个
她这个皇后呢？这个皇后叫叶赫那拉敬芬，啊，她是谁？她是慈禧的亲侄女。你想啊，她让她的亲侄女，光绪是谁？光绪是慈禧的侄儿啊。他们两个人，一个侄女一个侄儿，他们两个人表姐弟的关系。而且光绪皇帝从小就认识这个叶赫那拉敬芬。这个女人长得什么样呢？我简单形容一下啊，我有照片，一会儿我给你们看。她呀，长得个头又黑又瘦，个头不高。那么戴了一个帽子，为啥呀？她是个头发稀少，是个秃顶。那么另外，她是个龅牙。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，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她有点背锅啊，背锅。所以呢，她不想娶。但是慈禧当时为了把控光绪，咱们都知道光绪5岁进的紫禁城，一直想把控他，所以说你不娶不行，所以最后呀，他要娶光绪，娶这个隆裕。他把隆裕抬着龙辇，真的是给他抬过来之后，当天发现这个太和门真的用了15天给他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当时光绪就懵了，这到底咋来的呢？后来才知道了。因为慈禧太后在这个门着火了之后，立马下了一道懿旨，什么懿旨？要让全天下的纸扎工匠来500名啊，让这500个工匠限你15天。如果说你扎不出来一个太和门，全部给你砍头。所以15天呀，不分黑天白夜，这些工匠真真正正的在这儿搞了一个太和门。朋友们，那光绪皇帝含着眼泪结的婚呀。人家都是激动的眼泪，他是心酸的眼泪啊！这就是太和门啊！对，全部人就这样跟着他，我们变成他的小粉丝了。你们去抖音关注他。好可怜啊！太可怜了。不是，就直接动老水的。当年1945年10月10号的时候，华北战区的小日本投降仪式就在这个里边举行，来了多少人呢？北京城来了20万人，所以说这个里边啊，最低容纳20万人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大小啊。为什么600多年前的皇帝不在这儿种树呀？有2种说法啊，2种传说。第一种传说呢，说呀，这个皇宫里边这么大啊，太和殿广场这么大，里边要种上树的话，长上10年、20年，这个树长大了，万一上面藏上刺客了，刺杀皇上，这是第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是第2种说法，说呀，这个广场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口字形，口里边要是有木的话，口里边有木是什么？对了，你想呀，皇帝呢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君临天下，他要体察民情，没事的时候要多出去看一看，体察一下老百姓的疾苦。你不能说口里边有个木，它叫困字，困在紫禁城里边，你出去了之后要回来，在这里边勤于政事，所以不能困在这里边。这是呀民间的2种说法。我们就不跟了。爱看呢，可以去关注他的抖音号“北京张小旭”。这个叫什么？跟你说。差不多要继续走了，继续走，然后走完了，我看见要去那个博物馆嘛。博物馆在那里。然后还有就是刚才你讲什么红高墙，然后去好了就要去景山公园。这里还挺冷的。挺冷的。我本来以为长城会很冷，然后故宫没那么冷，但是长城没有那么冷，故宫比较冷。御花园。
冰箱贴，你看这个它会转，还有这个正大光明，就是那个皇帝的牌匾，这是超漂亮。镜子，镜子，这个摄像镜66元，这个应该是12元，这个是50元，是一个香膏，香膏，这个很香，这个浅青色。他跟你讲它的盖子，它上面还有一个盖子会漂亮。看，有一个盖子，对，那放在梳妆它应该很漂亮。其实颜色也是很美，对啊，感觉还是海棠的最香。青色的。这里是红高墙。现在去这珍宝馆。这个是金银馆，这个比较有秩序。对。原来这些凹层处是有保持的，但已经高达90斤了。咱们古时候其实很少有咱们现在说9腿3。现在逛好故宫了，我们要去对面的景山公园。对面可以看到，在那里。所以我们从故宫出来了，要过去对面景山公园，看到吗？在楼上，可以走这里。现在要买景山公园的票。现在上去景山公园，要走好多东西，走到上面去。他讲哦，到这边上到这个万春亭就已经是很漂亮了。哦，是吗？就不用上到这个吗？上网讲最佳观景位就是万春亭。哦，5分钟。从南门进来，走那边应该会比较快，所以我们就走向那里。爬到上面来了。但今天能见度不太好，有点蒙蒙。看到楼下那个是故宫，刚才我们就在里面逛，那故宫超大，所以我们从那一边进来，一路走逛里面，然后我们还有逛这边一区，然后才从这里出来，又要再继续爬上去，那里爬上去才可以拍到故宫，就是真正的拍下去，不然刚才是有一点斜侧。
现在抵达前门大街。哇 ，Starbucks！ 美一下也是。哇，你看那个。所以大山栏也是其中一部分在这里。有一点像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样，那种感觉，也很多东西好逛。大山栏的话就在那边，这边走过去就是大山栏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边走一边逛。好香哦！刚才去那间店买了蛮多东西的，买八个那种小样的，小小的，小样的，我觉得很好诶，因为可以拿来送礼。对，然后一个是10块人民币10元，然后他还会给你盒子，哎，都还有一节，哦，哇，一条街开2间，是同一个牌子，一条街开2间。他又买了他的羊肉串，这应该正宗了吧？应该正宗。那些北京老字号的嘞，是。这应该是正宗的哈。扇一下就凉了。啊，因为天气冷。羊肉会很香。这口感不太一样哎。香。那这个是有一丝一丝的那个它的肉，上一次有点像肉丸。上次是比较软啊，很软，这是一丝一丝的肉，好吃。直接到对面来买这个爆肚粉。这老北京爆肚粉，这应该是内脏，是什么内脏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然后香菜，有香菜，还有他会问你有没有什么你不要，有没有忌口，就是不要香菜还是不要蒜。香菜搅一搅，哦，有麻酱，哇哦这边的都是吃麻酱。好吃吗？里面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粉。还有粉。好。可以吗？好吃吗？很香。那个麻酱也是很香。哦，而且我以为它会很腻，但是它麻酱配那个辣椒很香。可是它不会辣，我觉得那个羊肉串还更辣。它看起来很像辣椒油，但很不会辣，很赞，很赞，赞，一定要试，难怪叫米其林。多少钱呢？35元。35元一个。今天吃现在要排队，对，你可以外带，然后像我们那样坐在这里吃。很多本地人都外带。所以冬天来好。夏天叫我坐在这里吃。对。吴裕泰真是一个茶味冰淇淋，看到很多人推荐，所以我们来试一个。刚好吃饱了，来一点甜点，等下再去买一点饮料。吴裕泰茶庄的花茶冰淇淋，还有一个抹茶口味，所以这个是10元。10元。很香，是花茶对吗？
应该是吧？抹茶，那个，来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人家哪里没有热。哎，应该是，我看他们也这样画。对，对啊，花茶，很香。那这样很好吃。热热的天气，在那边吃冰淇淋。在这里就是大山栏了，所以大山栏是前门大街的一条街，所以我们会在这里逛一下，然后等下去买饮料，买好饮料下我们就要去逛王府井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米其林的豆汁，而且豆子也能米其林。豆汁之间，隐山豆汁，8元，他们讲很难喝，我们来喝看看到底什么味道。表演，臭吗？哈 ，OK 吗？你知道酸菜是什么味道吗？啊？酸菜豆奶。这啊？对，它是酸菜豆奶味道。真的吗？酸菜加豆奶味道，它没有到很难喝，可是因为你是讲喝我会肚子痛。OK， 我来喝一口。你来喝一口。喂你啊。你慢慢。真的是酸菜加豆奶，很难喝。喝一口，挑战喝一口。别，你自己喝。一口。现在去对面的张一云喝奶茶。完蛋，天城现在下雨了，现在下着毛毛雨，不懂等下会不会大雨。本来还想去王府井，不知道还去得了吗？我记得是奶盖的，看起来好喝。对哦，适合。很清爽。这个张一元他就是卖茶的，卖茶叶。哦，好了，走，我们继续逛。现在逛好前门，然后继续走回地铁站，要去下一个景点王府井。我们现在在王府井的一个商场，喜悦城是吧？对，叫喜悦城。这里卖很多那种动漫的东西，看全部都是动漫的东西。哇，这么多楼啊！有露露猪，它是不是露珠？它是露露猪。是哎，露露猪哎，多少 ？Toy Zero， 露露的 Piggy， 要79元。你不要去等 Top Toy 哦。这样我们先去 Top Toy， 反正这边也有 Top Toy。反正这边如果没有的话会进地铁站，对。OK， 放这先。有露露猪，很可爱耶。这还有什么 Lucky Day？ 那很可爱 Butter Bear。Butter Bear 里面是这样的，它是软软的嘛。我喜欢买哦，就是可能有一点软软的那种，摸了比较有感情。看这个也是露露猪。哇！这个好看还是那个好看你再带另外一个。？69，这个79。
他买了帽子，然后加3块8，可以拿到一只鹿皮，很可爱在。对哦，很可爱。还有 keychain 可以挂在包包上，对，原价多少？19.9块。哇哦！现在去逛王府井，在这里其实它是一个怎样逛我不太懂，它好像有一个步行街，但是没有看到它的步行街，对的，所以我们继续走，随便走，随便走哦，真的。人很多，就是反正我们记得这个喜悦商场就可以了。青汁护手霜，哦，又是这个青汁，到处都是，所以来北京可以来这里买一点手礼。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步行街。你从那商场出来过一条马路，就是王府井的步行街了。这里你可以看到也是很多店面，所以我们就随便逛一下，去走走。地铁搭下出来好像就没有下雨哦。对，你现在已经没有毛毛雨了，幸好。而且这边的店其实跟那边差不多好。像这个才是真正的稻香村。三个 logo 的。什么正版的稻香村？什么稻香村？这是什么？稻香村是一个手礼品，就是伴手礼的店，然后卖一些有假的没？哎，那些全部没有这个 logo 的。我看小说人讲要认准有这个 logo。哦，那个店来来去去都差不多一样。对，就是刚才在前门有的店，这里也是会有。是我觉得那边比较多吃的。啊，那边比较多吃哦。这个就比较好像商场比较多。对，然后台那条比较平民，我觉得。对，现在要走去找 Top Toy， 所以我们来到了 APM， 里面有 Pop-Mart， 可是我们要去 Top Toy 找露露猪。Top Toy 没有人。哦，哇哦，这么这个这么 cute。可以看到的。呀 ，Melody。下午茶时带你们继续逛。露露猪。哪一个？这个不是露露猪吗？这是露珠来怎么这样？哦，那个不是露露猪吗？那是别的猪哎。露露猪，它很 squishy。露露猪，这个的话是谁？这是不懂，不开。这还有 Panda 的露露猪。这个有什么款？这个两个是那个隐藏，啊，然后这些是你有可能会拿到的。哦，我要这只，我有一个很好的预感。什么预感？你有想要哪一只呢？有啊，当然是隐藏款啊，这只。原来所以这只不是露露猪哎，这个不懂什么猪来的。这是猪猪侠来的。猪猪侠，它也是 squishy 的，它比较严实，看看。它有点嗨嗨的。这个也是很可爱的 Butter Bear， 还20元一个，很 cute 哎。哇，你看这个还有这个的，这20元吗？对啊，20元。20元，好吧。squishy 的，毛毛的，哪一个？哇呀，有哪一个？ Butter Bear， 所以我们就有3个盲盒好猜。我们才上瘾你选一个吧。你想拿到哪一个吗？想要拿到有星星的星星头。这个哦，我是这样觉得嘞星。星头很可爱，不，全部都很可爱啦。Yeah 我不介意拿到这个。哦，这个都很 Q 啊，还有一只打 tennis 的。Pickleball， 那个，你看这只，好，选一个，随便你选一个。对。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都很漂亮。